各位师兄姐，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呢，非常的开心，现场呢来了宝源师兄。再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主持呢就交给了宝源师兄。宝源师兄，请。好的，谢谢解夫师兄。首先呢，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周五的真元智慧功法讲座哈。那么今天呢，我准备的一个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了凡四训的一个启发。那有分上跟下，因为这个了凡四训这是旷世巨作，它给我们一个修行者有很多的一些启发跟智慧。那么它也阐述了很多我们修行者可能之前比较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它是一本家训但是它却刚好有因缘机会，它流传出来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修行者有很大的一个警示哈。那了凡四训呢，它一开始在文献里面它说是1533年啦，然后在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个著作里面，电影的画作视频的部分，它有些是写1535年了哈。不过哪一年生不重要。他是一个明朝江苏省人确有其人。那么他这本家训呢也确有其事。他原名叫元皇字坤仪，然后又字学海，后来改字了凡。他改字了凡的原因是他在南京的栖霞山的栖霞寺叫做那个开天禅寺那之前那个什么镇江的那个什么金山寺之前叫做江天禅寺这些禅寺因为历史古代的一些因素，他们有时候会改名皇帝会赐名更改。那么他在得到那个禅师呢给他点化了之后，他就想要了脱生死解脱凡夫俗子，他所以才改名叫了凡，来警惕自己，来勉励他自己那么他的一生呢，在他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孔高人就批那个黄极神术。黄极神术是邵雍他的一本著作了那么他批的八字非常准，他这个八字就是我们的生命密码出生年月日时辰，这些就已经注定了你先天的命数先天的命数。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注定了先天的命数，才有办法去推算你今生的命运。那么能不能改呢？后来他是透过行善积德去培福，才能够更改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命运可改不可改，这个对于我们修行者就有很大的一个疑问了那命运可改不可改，其实它又牵扯到因果，但是它跟因果有相关联，但是却不是相对应它跟因果相关联不相对应。因为直接佛里面就跟我们说了，智慧不可视，因果不可改。那这个里面就有讲到这一点。那这个部分呢就很明确了，因果不可改，智慧不可视。所以你说命运就等于因果吗？它是有关系的，但是它不等于一个绝对关系。那了凡四训呢，我们有它有4篇所以先准备了上集。那先讲2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就是立命之学跟改过之法这一篇它改名为元了凡的了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云谷禅师云谷禅师这个就有一个小故事了。他当时在元了凡，他因为呢命数都已经被注定了之后呢，其实他就开始到那个国子监，就是培训未来的官员的地方。那他已经中了上去了，那上去之后他就在那边培训，但是他已经会觉得说他共生再上去就上不了了，所以他已经就有点心灰意冷了。所以他在国子监那边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专心的在著作，在求学，在写文章，所以他就被贬下来，被退学。以我们现在的一个讲法就是被退学。那他被退学的时候，他当然就心灰意冷了。
那他就跑去栖霞山，就刚好在南京一个著名的禅师，因为他从小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涉猎，因为他读过这些历史啦，读过这些命数啦，尤其是黄极神术，他对这方面的禅学也都有造诣，所以他也就去那边，又刚好去拜访到云谷禅师。那云谷禅师看到袁了凡，有修德人的气质他就说，仙风道骨，气质翩翩那他就看到袁了凡这么好的一个气质，跟他交谈之后觉得还不错，就约他一起打坐。在佛家叫打坐，那佛家叫打坐，那道家叫静坐，那西方叫冥想。那他们两个就相对而坐之后，3天3夜，就因为佛家的打坐，他是稍微眼睛是不全闭的，所以他其实云谷禅师偶尔会出定去观察一下袁了凡。那观察这个袁了凡之后，发现他确实是很安住在静坐当中，他并没有打妄想的感觉。所以云谷禅师在3天3夜之后，就试探性的就问袁了凡：那你怎么3天3夜就不见你打一次妄想？你怎么有如此深的一个造诣？那袁了凡就说了：我都命数都被固定了啊，就也不用改变啊，也不用努力了啊，我就这样积极的，反正事情所有的发生都是定数，该发生的就发生啊，我也改变不了。那如果与其这样子，我就是混吃等死了，我就积极的就在那边过好我每一天就好了。远古禅师就发现说，原来他也还只是个凡夫俗子，所以才开始点化他应该要去做修行，来行善积德培福，才能够改变命运。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其实叫怎么样？心无杂念。那什么叫心无杂念？其实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所谓的静心清理。因为你在禅坐的时候，你在静坐的时候，其实要的就是那一份清净的感觉，那心无杂念。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念想，因为真如自性能起念。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用一种心如死灰的一种境界去想，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它就会去入阴界了，因为这个就跟我们的安那波那一样。那波那好一种属息法，安那就是出息不随万境，入息就是波那就是不拘阴界。那你如果是用心如死灰的想法去静坐，你就会是居在阴界。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是开开心心的去做清理静心，那么我当然就会在那边很开心的，这是一段属于我自己的10几分钟，全世界都只有我跟我的小我在一起。我会把我的手机给关机，关机之后，那这个时间安住于当下的感觉，我可以达到心无杂念，这个是阳坐。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是那种一种消极的心态，我就是说反正在几个安那样个走不好，我个怕命不好，一切皆有定数，反正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然后人家还说所有的发生就是最好的安排。那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你可能会落入一个很消极的一个心态，那么你在出席就会去居到阴界去了，那个贼阴美。你做阴会让你越做越累，越做越消极。所以我们今天在清理静心之前，我们应该是去以愉悦的心情，以积极的态度去认为去修行，说这个就是真元的功法。真元就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向善，科学修行，不迷信。我们今天是用愉快的心情去好好的去享受这个10几分钟，完全属于我跟我的小我的分钟，这样子的一个安那波那的一种安坐的状态，这个才是阳坐，这个才能够真正的接收到宇宙的讯息，跟小我和你的契合，这个才是有帮助的。OK， 好的，麻烦下一页。所以刚刚我们去讲了，那个禅师就说：“你这个是凡夫俗子，就认定说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发生啊，就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你也不需要了，反正该发生就是会发生。”可是你如果是用这种心态去想，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什么样？因为佛家已经视透了有2种人，他命数拘束不住他，一个就是什么？极善。
一个就是极恶，好，极恶。那么你如果做很多坏事，那你现在或许还有一些福报，但是可能只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那你如果做很多善事，你现在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福报，那么多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生活的一种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的感觉。可是其实你的祸已远离，也就是所谓的天造命，造命由天，立命由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求。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启发了。造命者是天，天造命的，那么立命的是我。注意，他不是用什么改命啊、造命，是我造不了命。那真正的他会用立命。那立命造命者天的原因就是什么？你今天的所谓的生辰八字生下来，你的大数据就已经让你有多少福、多少那个祸，就已经藏在你的生命密码里面了。这个是先天命，但是你的后天命可改。所以我们在说命运可改不可改，可改的是后命，先天命是不可改，因为你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注定了你的一个先天命了。所以我们说可改的部分就是后命是可改的。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分先天命跟后天命，你就很容易说命可改不可改，你就搞不清楚了，这个你就会搞混了。所以人家是后命可改的，那后命就是我们造福来改的，所以我们是改命来做命，也就有2个因果故事了。那我先分享一个因果不昧的故事，可能大家有听过，这个跟包青天有关系。以前有一个村庄，有一个弱势的一个半瞎的一个瞎子，跟一个半聋的一个聋子，他从小出生父母双亡，小孩刚好又这种半瞎半聋的，是村民把他养大的。这个村民把他养大的这个小朋友，他慢慢长大了之后，他也当乞丐，就四处每家每户轮流都会供养他。把他养大了之后，他很感激这些村民，他常怀着感恩的一个心态，他就去做这个村民的一个福祉，所以到处去帮忙做善事。他发现他们的村对外的有一条小溪，一个连外道路都要过溪，所以他就发愿，他就是要造一座石桥。那他就每天吃饱饭之后，他就做石桥。那就这样做到后面，眼睛反而没有越来越好，眼睛瞎变成全瞎，耳聋本来是半聋变成全聋。村民就觉得奇怪，他一直都在为我们村民做善事，而且做的善事也很大，又帮我们做石桥，怎么越做越没有好报，越做身体这个眼睛就变成全瞎了，本来还是有点弱势，后面就怎么又变成全瞎全聋了。但是他也是他过河摸象的这样感觉，他就是一样照着做之后，村民就开始也敬佩他，但是也觉得很为他愤愤不平，老天爷不公平。那在一个大雨的期间嘛，反正对他来说有没有下雨，他一样照做，一股天雷就把他打死了之后，村民整个气愤了，就是说老天就骂天老天爷都不长眼，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让他受此恶报，又把他打死，因为又在水里，身体又焦黑，整个就烧死。那刚好在那时候包青天他路过此地，村民就拦轿申冤了，就跟他说他们有这个奇冤，他会想要申请青天大老爷为这个村民做主，说是不是可以帮他立个碑什么的之类的，去要告御状，说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这么好的人帮他们做善事又修石桥，结果身体还越来越差，到最后还被一股天雷给劈死，这个是真的是那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包青天他那时候也没办法去说什么了，反正他也那时候可能也还没有去到地府去有当审判员的资格的时候，他也查不出来，所以他就在他的手上就替他写一个冤字来平息民怨了，说他确实是冤死的。那
写了之后，他也承诺他会向那个皇帝来禀报此事，是否为他立个那个碑来做纪念，怎么样的，就还他一个公道，让世人永远记得他，可以去祭祀他。那回到皇宫之后，他还来不及向皇帝禀报这件事的时候，皇帝就生了一个小皇子。他一进去之后，立刻就把他招去看这个小皇子。结果他就发现这个小皇子的右手，就是他当时写了一个冤字的那个字，就浮现在这个小皇子右手上。那他吓了一跳，他发现怎么会是这样子，他一下子就懵住了，他不晓得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晚上他就做梦了之后，这个事情的缘由，一个天神就来告诉他了。他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一位本来应该要有3世当瞎子的一个因缘果报，因为他是极恶之人，他要有3世的果报。他因为行善事，所以他让他赶快去把他弄瞎，在这3世的恶报一世了，在这一世赶快去把他受苦，把他受掉，最后剩下的那个部分就一笔勾销，一笔天雷，将他所有的罪业一笔消除。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底下，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也因为他有感恩之心，去跟所谓的去造福，去做善事，所以他得了很大的福报，因为他造福了万民，造福了乡民。因为桥不只是那村的人在走，还有其他村也从那边可以走，所以也就是说，他造福的部分让他享得荣华富贵，升为小皇子。他的恶的部分一笔天雷，一笔勾销，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世人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说谁是善，谁是恶？我们以当事者、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世的时候，所谓的善或恶，我们在后面也会去讲到，善有好多种善。那这些你认为的善是真的善吗？你认为的恶是真的恶吗？那有些人的死是真的该死吗？或者是有些人的死是真的不该死吗？很多东西都是造成我们现在很多想法会造成我们的冲击，因为我们根本了解不了大数据的部分，所以我们来这一世当人，讨债还债，报恩报仇。那这重点就是什么？不要再来就对了。那修学我们真元的智慧功法，我们就能够不会是三修，那一定能够了脱生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吃饭开同学会。立命之学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如果有空来讲。那么立命之学的部分就是说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要我们什么？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那修身说要我们说白了，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培养自己，把自己修得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用真元的智慧功法来创建我们更好的灵性生活。因为真元的智慧功法，它是教我们什么了宿业，教我们来跟因果业力做和解、做消除。那跟我们的天命、我们生命密码弄下来，帮你算八字、紫微斗数，教你怎么看，那如何趋吉避凶，来所谓的更改后命。那教你来什么？来行菩萨道，福慧是三修，就教育你灵性的知识、命理的武术，那如何引用神灵的能量，我们都用能量来去做这些解释，那也不神神鬼鬼，我们是科学修行的现代灵修派。那借由这样子，我们来完成我们的生命蓝图的任务跟使命。这样子就是要我们来好好的去解脱轮回，重点就是我们要解脱轮回。所以真元的智慧功法是教你如何解脱轮回。因为世人不知生死事大，终日只求福田，不求脱离生死。所以我们还是一切为心。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心修好了，以修心为根本，
把自己调整为更好的一个灵性的状态。当我的果报现前了，我有能力知道，我赶快去把它做和解，把它消除掉。那么我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也能够有智慧的如何学习去转念，如何去让我学习如何知道说不要去执着，要懂得放下。那么我遇到事情了之后，我又知道说我看得了生命蓝图，我知道我有哪些任务跟使命，我知道要怎么行菩萨道，我如何去行菩萨道的时候，真言又教你如何行使圣事，教你如何收经，如何自杀，如何做这些冤亲债主的和解。那么这些东西也都是让我们去更好的去积功累德来立命。所以我们一切为心，我们把心修好了，我们有不会是的三修的一个功法，我们很自然就会显化我们现在的一个灵性状态。当你的灵性的状态是一个稳定的，是一个好的，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我相信你的生活状态不是说物质生活而是你的精神生活绝对能够得到你一种心灵上的安定与满足。所以也就我们修行求的就是什么？求的就是安我们这颗心，我们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来安住我们的这一颗心那这一切也就是显化法则，就吸引力法则。当你的心里面全部都是正念，你的心看到的心里面都是佛，当然你看到人就是佛，你都会看到人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优点的那一面，你不会去挑三拣四的鸡蛋里挑骨头的，硬要去认为那个人哪里不好，那个人哪里不好，那这样子只会让你心里面更苦而已，你的生活也绝对不会学得更好。所以我们刚刚有讲，所以我们结论是什么呢？就命由我做，福自己求，你的福也是自己求来的。那么所谓的立命之学，那命怎么做呢？那福又怎么求呢？你是每天烧香拜佛，烧着3块钱的香，要求3000万的愿望吗？其实没有办法，因为求神保佑其实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我们学会求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求心，是在求自己。你问你的心，你做到了什么？你老是在说请赐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诀窍教给大家，说我们求神其实不是求神赐给我什么。就比如说求神赐给我福气，你求神赐给你福气的时候，就代表说你还没有福气，你才求神来赐给你福气。但是你如果说用另外一种角度，感恩观音菩萨让我这么有福气，感恩观音菩萨的护佑，让我有这么好的福气能够佛恩普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很有福气了，你已经拥有了，你去感恩佛菩萨。那你已经拥有了再去感恩的时候，感恩的力量在西方里面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的磁量子共振的意思了。因为你的意念已经发出来了，那你已经拥有了，你就会吸引更多的拥有来让你自己拥有。这句话有点绕舌所以才会常想自己有，那你就一定是富有。你如果一直想着自己无，那常想着自己没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那你肯定就是缺这个缺那个。这个叫做墨菲定律，你想不好的，它就是真的发生。所以我们一念一功，一念一功就是什么呢？你发你的善念，你的精神状态发出来是善念，你自然就会有一份功德。那你做一件善事，你也自然就会有一份福报。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功德，其实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起心动念，发一善念，做一善事，这些都是我们积功累德的。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才要我们去说，要行功积德培福。那这个说法就是刚刚我讲的吸引力法则，这些科学修行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显化了。你已经有了，你就真的会有。所以我们这种东西是
在心理学里面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真言是智慧修行，绝对不迷信。坛经里面也有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能念所念心空寂，感念道教不思议。那么你只要有这个心念，你就绝对会有求富贵得富贵，求子女得子女。这佛里面讲的这个就是什么感应道教不思议的意思，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的意思。所以佛是不妄语者，是如语者不妄语者，他不会跟你空好消微，他有时候说法只是方便说法，换个方式说法，但是他绝对不会跟你扯谎。所以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是什么？方寸其实就是我们这颗心，方寸这颗心。那道家他有些学派是把方寸说是天心，是玄关，是什么所谓的松果体这个部分，有些把它解释是方寸，但是从佛家来说是方寸，就像我们袈裟给人就是方寸，从心而觅，从心来修，禅宗也是要我们从心来修，因为一切唯心造，因为罪从心起，将心参，心若亡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切唯心所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其实了门视讯改过之篇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是要我们要发什么呢？要我们发慈心，要我们发敬畏的心，要我们发勇心。发慈心，我们要能够懂得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要有一个智慧去分辨何为善，何为恶，从善而行，不要去去做恶。那畏惧要畏惧因果，佛为因，人为果。那么要有畏惧因果的心。当你认识到有因果的部分，你当然就不敢，也不会，也不应该去做这些所谓的恶事。那么在发勇心，你要有一个勇气去做改过向善的一个勇气，有精进的心，有持续的勇气去做，而不是说只是可能嘴巴做一做也做心，只是出一张嘴而已。要有真正的用心去做，才作为行动，知行合一。那么所谓的改过之篇，就要我们说事情怎么改，理如何改，那么心又怎么改？我们就去想一件恶事，我们先从什么理？我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从不可以，再把它变成什么？我不应该，从不可以变成不应该。为什么是可以？就这个事情，我先能够分辨它是善是恶，它是恶的，我不应该去做，我已经能够分辨恶了。那再来，我不应该说为什么是恶，我能够分辨得出来。那它出来是恶的，我能够分辨出来之后，我还觉得原因在哪里，我还能够进几步的知道不应该，那再去想说心怎么改，从不应该再到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我根本想都想不到我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譬如说去做一个偷盗，法律说偷盗要判几年，那偷盗判几年，你对一个从来不会去偷盗的人来说判几年，你判10年跟判1个月，对这个不会去犯偷盗的人有差别吗？没有差别，那个是世间法的事情。所以我们会从不可以，不应该，再从我不会，再来一个什么？我不会之后，我已经明白道理了，到我不会之后，再到他也不会。所谓的他也不会做，我告诉别人这个事情你要做，你不应该做那个事情。我能够将我的正知正见再给其他的人，那我就散播正能量，散播正知见给其他的人去说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不应该做。好，那一个不可以，不应该，我不会，他不会，四步了，还有一个没有。是哪一个没有？一没有就是什么？根源没有宗教的藩篱，我们是崇尚科学修行的现代科学灵修学派。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藩篱，我们所有不管你是跟我说你是天使也好，你是什么人好，反正我就是用一个能量来总夸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所有这些神灵，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就都能够解释得通。所以真言它是没有所谓的宗教藩篱的，因为大家都是用一样的道理，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在说着一样的道理而已，所以是四不一没有，是这样。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有点老生常谈了。既然我们知道四不一没有了，我们将我们的心收圆。那左边那一点，我之前有说过，我们的攀缘心跟我们习性相关，那就跟我们的爱恨取舍啦，我们贪嗔痴啦，12因缘那个姐夫你之前讲过了嘛，12因缘姐夫解释过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去说了。右边那一点就是所谓的别心，那就跟我们人性比较相关了，我们会习惯去分别什么东西，我们就习惯二元对立，包含了凡世训它也是二元对立，但是它的二元对立是在世间法的二元对立，那我们要更高一层次的去修到我们能够在精神法界上的二元对立，就不要去二元对立，这个所谓的分别心就是不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个意思。 OK， 所以我们就是将心收摄回来，收圆，把不好的攀缘心收回来，把不好的分别心收回来，留和我们中间的那一颗真如自性的本心，如如不动的本心一起收圆，我们一起在真元宫将心收圆，我们一起修学真元宫的智慧功法。那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大概说的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就是所谓的和解。那也就是说，清理静心和解，也就是比较像我们佛家在做的所谓的离相的修持，跟释义的修持，跟做忏悔的修持。那忏悔文，希望应该大家都会念哈。我个人打坐之前都会先念的几句忏悔之后，然后才开始静坐哈。那因为先发忏悔心，才会让自己知道说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提醒我自己我要精进的修行真元的智慧功法。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上面开同学会，一起在上面都有我们这各位师兄姐的一朵莲花一个位置。好，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宝云师兄，宝云师兄很精彩的解说，希望各位大家师兄姐大家共勉，我们一起努力精进修行。谢谢宝云师兄，好。